俄美乌谈判进展如何？一细节看懂真相。欧盟对俄制裁加码。前线快报：俄军全面进攻受挫。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过去3天，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突然成了全球外交的焦点，一场低调却密集的外交旋风在这里展开。美国和乌克兰在谈，美国和俄罗斯在谈，美乌欧多边会谈也同步进行。会谈时间拉得很长，轮次很多，几乎没有给外界留下任何喘息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轮迈阿密会谈是围绕美国提出的那份20点俄乌和平计划展开的新一轮关键磋商，而且时间点非常敏感，圣诞节之前。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近来反复释放信号，希望能在圣诞节前促成俄乌停火。但从目前释放出的信息来看，这个目标正在迅速降温。圣诞节停火很可能会和此前的感恩节停火一样，最终无声熄火。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看各方会后的表态。12月21日，美俄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声明，用一句非常熟悉的话总结会谈，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声明还强调，俄罗斯仍然完全致力于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并高度重视美方的努力和支持，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细节。而在同一天稍早之前，威特科夫也用一模一样的措辞，评价了过去3天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在迈阿密举行的会谈。有意思的是，美国政治报注意到，在威特科夫发帖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立刻转发，内容几乎一字不差。而参与美俄会谈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也转发了这条贴文。三方用的是同一句外交辞令，但真正的信息含量却几乎为零。外界普遍解读认为，这种高度统一却极度克制的表述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分歧依然巨大，短期内难以弥合。事实上，过去3天，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在迈阿密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俄乌之间并没有直接对话，就如何结束战争，本轮磋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双方核心诉求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俄罗斯方面甚至给出了更直白的评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1日表示，迈阿密讨论的和平方案主要由乌克兰和欧洲方面提出，相当不具建设性。他同时强调，美俄乌3方会晤一事尚未被认真讨论，并希望美方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国家遵守俄美领导人今年8月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共识。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场外持续施压。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1日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乌克兰问题。英方表示，志愿联盟国家正在努力推动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那迈阿密会谈到底谈了什么呢？根据美乌会谈后发布的声明，双方重点讨论了4份关键文件，进一步完善20点和平计划，协调多边对乌安全保障框架和美乌双方安全保障协议，并继续推进乌克兰战后经济发展计划。同时，双方也讨论了相关时间表和后续流程，但并未公布下一轮会谈安排。声明中特别强调，当前的共同优先事项是制止杀戮、落实安全保障，并为乌克兰的重建、稳定和长期繁荣创造条件。从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其实就能看出迈阿密会谈的真实定位。有分析认为，这轮会谈至少承担了3重功能。第一是传话和反馈，美国在俄乌之间反复穿梭，本质上是在维持谈判机制不断线，
把双方在间接谈判中形成的态度进行对接。第二是施压，尤其是俄罗斯的施压。莫斯科借会谈反复强调一个底线：领土问题必须是谈判前提，不能被安全保障问题所取代。第三是争取美国的立场，这一点恰恰是俄乌双方的共同需求。乌克兰希望通过安全保障和战后重建，把美国绑定进未来架构；俄罗斯则试图通过潜在经济合作，防止特朗普升级对俄制裁。但问题在于，争取美国并不等于彼此让步。真正卡住谈判的，仍然是那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领土。俄罗斯坚持乌克兰必须承认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而乌克兰拒绝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只接受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进行谈判。这道分歧是目前最坚硬也最难撼动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有分析指出，圣诞节前实现停火的可能性并不大。归根结底，迈阿密会谈让谈判继续，却没有拉近终点。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不在于会谈次数，而仍然卡在2个字上：领土。与此同时，在周二于柏林结束会谈之后，基辅正明显加快动作，试图巩固来自欧洲的支持，为接下来由美国主导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乌克兰的思路很清楚，在华盛顿仍是关键推动者的情况下，先稳住欧洲的支持，再反过来影响美国的谈判走向。在这一背景下，泽连斯基直接向美国喊话，要求对俄罗斯施加全面压力。他明确表示，如果外交手段迟迟无法奏效，那么就不应只停留在对话层面，而是要让俄罗斯真正感受到代价。泽连斯基表示，美国需要更明确的表态。他认为，普京目前并没有承受足够的压力，这正是战争迟迟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乌克兰呼吁美国扩大对乌军援规模，同时对整个俄罗斯经济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就在不久之前，泽连斯基还透露，美国已经提出由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举行3方会谈的设想。不过，现实情况是，自去年7月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并未进行过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目前推动谈判进程的依然是由美国主导的穿梭外交，而且在最近几周，这种外交活动明显加密。在谈判之外，泽连斯基也再次画出了几条清晰的政治红线。针对选举问题，他明确排除了在俄军占领区举行任何乌克兰选举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强调，只有在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投票才可能进行。他同时指出，莫斯科无权干涉乌克兰的选举安排，也无权决定乌克兰何时以何种方式举行选举。此前，普京曾提出暂停空袭，为基辅举行总统选举创造条件，但泽连斯基对此明确回绝。他直言，决定乌克兰选举时间和形式的只能是乌克兰自己，而不是俄罗斯。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外交部长已经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确保身处海外的乌克兰公民未来也能参与投票。整体来看，基辅当前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一边在谈判桌外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一边在关键政治议题上坚守底线，为接下来的谈判博弈提前布局。然而，谈判节奏的加快并不意味着战事正在降温。谈判桌上，各方频频会面，反复斡旋，可在战场上，枪声和炮火从未停歇。近期，在东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市中心一线取得了新的进展。乌军沿着连接库皮扬斯克与楚格夫的 P79 公路持续向前推进，成功夺回了部分此前失去的阵地。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推进是在俄军持续施压的背景下完成的。12月19日和20日，俄罗斯军队多次对该地区发动进攻，试图阻断乌军行动。但从目前的分析评估来看，这些攻击并未对乌军造成实质性重创，也没能打断其推进节奏。乌军依然稳住阵线，并保持向前推进的态势。除了库皮扬斯克方向，
乌克兰多支精锐部队在其他战区同样对俄军造成了明显打击。据 Noel Report 报道，隶属于乌克兰边境卫队的凤凰部队在利曼战线对俄军突击小队、装甲车辆以及补给线实施了精准打击，给俄军造成了不小损失。与此同时，乌克兰第60机械化旅，也就是第3军团旗下的无人机部队 Phaeton 也公布了最新作战画面。画面显示，在能见度极差的情况下，该部队在尚德里戈洛维附近成功摧毁了5辆俄军车辆，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机动能力。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当地时间12月22日，欧盟理事会发布声明，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延长6个月，直到2026年7月31日。更关键的是，这份声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只要俄乌冲突还在，欧盟对乌克兰的政治、财政、经济、人道、军事和外交支持就不会停止，而对俄罗斯的压力不但不会减，必要时还会继续加码。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次例行公事式的表态，而是对过去3年对俄政策路线的再次确认。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来看欧盟目前到底在制裁什么。现阶段仍在执行的核心措施，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或转运海运原油及部分石油产品，将多家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同时暂停欧盟认定的所谓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虚假信息媒体在欧盟境内的传播许可。更重要的是，欧盟还专门建立了针对规避制裁行为的反制机制，这意味着制裁的目标早已不只是俄罗斯本身，而是所有试图为俄罗斯绕道续命的通道和环节。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你会发现2025年这一年，欧盟对俄制裁的力度和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月24日推出的第16轮制裁，核心思路就是堵漏洞。欧盟首次系统性的对所谓的影子舰队下手，将74艘第三国油轮纳入港口进入和海事服务禁令。在能源领域，也不再只盯着原油出口，而是开始卡软体、卡设备，直接限制俄罗斯的油气勘探能力。在军工方面，化学潜艇、数控机床、无人机组件等关键物项被纳入禁运清单。而在金融层面，更具标志性的一步是，欧盟首次禁止与使用俄罗斯央行 SPFS 系统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明确把帮助俄罗斯维持金融生命线的人一并拉入制裁范围。到了5月20日的第17轮制裁，欧盟的打击重点进一步前移，开始直指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链和第三国通道。这一轮中，超过45家为俄军提供无人机、武器、关键零部件和后勤支持的企业与个人被制裁。同时，欧盟提出了工业促进者这一新概念，只要向俄军工体系提供机床、设备或关键工业能力，不论所在国家，都可能被纳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31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以色列等地的实体被点名，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切断俄罗斯获取现代工业能力的外部来源。7月18日推出的第18轮制裁，则标志着欧盟进入全面收紧阶段。在能源方面，欧盟下调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进一步封堵影子舰队，禁止通过第三国洗白的俄油产品，并对北溪管道实施全面禁令。在金融领域，部分俄罗斯银行被升级为全面交易禁令，同时显著降低了第三国金融机构和加密平台被制裁的门槛，甚至首次将2家中国地方性金融机构列入限制清单。此外，欧盟还禁止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RDIF 及其关联机构进行任何交易，几乎彻底封死了俄罗斯重要的对外融资渠道。而真正被外界称为重锤的是10月23日推出的第19轮制裁。这一轮最具象征意义的变化在于，欧盟首次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同时新增117艘影子油轮，制裁虚假传奇机构、港口运营商和造船厂，并点名制裁3家中国实体，包括炼油厂和原油贸易商。在金融层面，欧盟全面禁止
与5家俄罗斯银行交易，切断梅尔支付系统和 SBP 快速支付系统的外部联系，并将中亚、阿联酋、香港等地多家机构纳入交易禁令。在军工和贸易方面，又新增45家支持俄军工的实体。出口禁令进一步扩展到电子元件、推进剂化学品、金属和建材等关键领域。在持续对俄罗斯施压的同时，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在同步加码，而且不仅停留在口头层面。当地时间12月22日，欧盟宣布刚刚完成了一项迄今规模最大的对乌物流行动。一整座位于立陶宛的火力发电厂，其核心设备被整体拆解，分批运往乌克兰，用于支撑当地电力系统。这次行动一共持续了11个月，分成149批次运输，总重量达到2399吨，其中有40批属于超大型货物。最引人关注的是多台超重级设备、变压器和钉子，每一台的重量都在172吨左右。按照欧盟方面的说法，这座火力发电厂投入使用后，理论上可以为大约100万人提供稳定供电。在当前乌克兰电力设施频繁遭到打击的背景下，这类基础设施援助意义不言而喻。与此同时，欧盟还宣布向乌克兰追加23亿欧元援助资金，这是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发放的第6笔款项。至此，自2024年3月以来，欧盟在这一框架下对乌援助的总额已经达到268亿欧元，接近该机制第一支柱预算总额的 70%。这笔新增资金主要将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预算运转和公共服务体系，确保政府基本职能和民生系统不因战争而全面失去。综合来看，欧盟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晰，一边通过制裁持续压迫俄罗斯，另一边则通过能源、资金和基础设施长期拖底乌克兰。这种双轨并行的策略已经成为欧盟对俄乌战争的固定选项，而不是临时应对。2025年12月2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399天。先来看整体战场态势，一句话概括：多线交火，但俄军几乎没有实质推进。在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发动进攻，但依然莫能撼动乌军防线，战线基本维持原状。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况最为紧张，乌军沿着 E50 公路持续推进，而俄军则不断加大对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一线的攻击力度。乌克兰第7快速反应军发言人波列维表示，乌军已经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区内与俄军展开近距离交火。仅在12月15日至22日这一周内，该方向就造成俄军373人伤亡。进入12月以来，在第7军责任区内，俄军累计伤亡已达1243人。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一次性投入4个装甲纵队发动进攻，但遭到乌军强力反击。乌克兰第1亚速军等部队击毁俄军6辆坦克、9辆步战车、5辆装甲运兵车、1辆抢修车以及10辆其他车辆。俄军损失惨重，却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甚至连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也公开承认，这次行动堪称灾难性失误。他点名指责俄军指挥官苏赫拉布、艾哈迈多夫，称其重蹈帕夫利夫卡和武赫列达尔的覆辙，把多达30辆车辆组成的纵队直接送进死亡陷阱。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乌军第28旅摧毁1辆俄军军事坦克，成功挫败进攻。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向乌利亚波列和奥里西夫一线发起攻击，但同样无功而返。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继续稳守阵地，并在市区内清剿零星俄军力量。尽管俄媒持续宣称取得胜利，但实际战场情况显示，俄军多次进攻均未取得进展。此外，在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莱曼、西维尔斯克、辛巴甫洛夫卡和赫尔松等多个方向，俄军同样持续发动进攻，但整体推进乏力。空中与远程打击方面，战斗强度明显升级。12月23日当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共出动635架无人机、38枚导弹、
合计673个目标。乌军成功击落其中587架无人机和34枚导弹，总拦截率高达 92.3%。作为回应，乌克兰当天向俄罗斯本土、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备战区发射了近100架无人机。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的斯塔夫洛伦石化厂被击中并引发大火，夏诺夫哥罗德一家船舶修理厂发生爆炸和火灾，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塔曼石油码头关键设施被击中，火势蔓延超过1000平方米。乌军总参谋部还确认，塔曼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输油管道、码头和至少2艘船只受损。克里米亚叶利诺夫卡的俄军第92旅基地、顿涅茨克的弹药库和无人机发射场被摧毁。在航空领域，乌克兰宣布摧毁俄罗斯利佩茨克机场的一架苏27和一架苏30战斗机，之前还在克里米亚击毁2架苏27。值得一提的是，一段乌军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配文称，由于装备损耗过快，部分俄军被迫改骑马行军。一名乌军士兵在评论中感叹，骑兵正在攻击我们的阵地，这太疯狂了，那些马真的很可惜。现实是，在现代战场上，骑兵几乎不具备任何战术价值，往往刚越过接触线就会被无人机锁定并消灭。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马扎尔人罗伯特·布罗福迪也通报称，22日上午，在波克罗夫斯克东北方向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乌军在100分钟内击溃俄军一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再次证明俄军在密集无人机打击下，装甲突击正变得越来越高风险。整体来看，战线依旧焦灼，但俄军进攻成本正在快速上升，而乌军的远程打击和无人化作战能力正在持续放大效果。这场战争显然还远没有进入降温阶段。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